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到咗有八朝古都之稱嘅開封。開封又叫做汴梁或者汴京。咁講到開封，大家最熟悉嘅就係佢作為宋朝首都嘅時期，因為嗰陣時有我哋最熟悉嘅包青天包拯嘅府邸開封府。咁喺開封呢度呢，最有名嘅就係大相國寺、龍庭同埋開封府啦。呢啲地方我哋喺後邊亦都會為大家一一介紹。喺我哋前面嘅就係開封嘅古城牆其中嘅一個城門大梁門。大家睇睇呢個大梁門係咪翻新得唔錯？其實佢係1998年所重建嘅。北宋有4京，這裡就是東京汴梁，所以這裡就是大梁門。呢一個大梁門俗稱西門，開封以前叫做大梁城，所以呢一個城門叫做大梁門。現在我們來到了開封比較出名的大相國寺，看起來很新的，不過紅牆綠瓦，甚是好看，甚是好看。咁首先推薦俾大家嘅就係大相國寺。大相國寺原名建國寺，係中國有名嘅佛教寺院。當然啦，如果你要入去嘅話呢，咁係要買票嘅。咁我哋買完票、驗完票，咁就可以入去啦。好啦，我哋入到嚟大相國寺。咁入口背面咧係有護國佑民呢4個大字嘅噃。呢個就係典型嘅佛寺結構，左右兩邊咧係有呢個鐘樓同埋鼓樓嘅。但係佢嘅鐘樓同埋鼓樓咧係各自供奉咗菩薩嘅。咁我就唔知道呢個係咪符合佛教嘅傳統啦。咁前面呢就係天王殿，呢度嘅建築結構呢係同少林寺差唔多嘅。呢啲就係有人供奉嘅香火。大相國寺一進來就看到了，一側是鼓樓，一側是鐘樓，相對而建，暮鼓晨鐘也是佛教的一種日常的儀式。後面這裡是天王殿，裡面供奉的是歡喜佛，也就是彌勒佛，然後兩側是4大天王，代表的是國泰民安、風調雨順。我們一起走過去看看吧。前面是大雄寶殿，但是我個人感覺旁邊這2座白塔應該是後面才修的，跟整體風格不是很搭。我還是比較喜歡像大雄寶殿房裡那種比較斑駁古樸的感覺。前面就係大相國寺嘅大雄寶殿，呢度呢有一個好大嘅爐頂。擺咗喺大雄寶殿前面，都生晒鏽噶啦。咁我就唔知道呢，佢有咩來頭。終於睇到呢個大雄寶殿啦。大相國寺嘅大雄寶殿係喺1992年修復嘅，距離而家都有成30年啦。所以佢睇上去呢，係咪有啲古蹟嘅味道呢？咁我個人覺得咧，就比起嗰個深燦燦嘅少林寺大雄寶殿呢，就多咗一層古樸嘅美感啊！大雄寶殿嘅香火呢，就肯定好旺盛啦。
咁出於尊重大殿入邊呢，咁我哋就唔拍攝啦。等我哋再嚟欣賞一下呢個大雄寶殿。穿過大雄寶殿，前面就係上角子最有名嘅五百羅漢殿。五百羅漢殿又叫做八角琉璃殿，因為八角形嘅建築喺漢傳佛教寺院入邊咧係好少有嘅，所以佢亦都成為大上角子嘅獨特建築啦。喺五百羅漢殿入邊，據講係有500個金身羅漢像，而殿內嘅中心亭更供奉咗一位4面千手千眼嘅觀音像，佢係大上角子嘅鎮寺之寶啊！如果大家對千手觀音像有興趣嘅話呢，不妨自己親身嚟上角子參觀一下。穿過五百羅漢殿，咁我哋就繼續向前行啦。五百羅漢殿之後就係藏經樓。藏經樓係一座高大嘅2層建築，佢始建於清康熙時期，主要係用嚟保存同埋收藏寺入邊嘅佛經典籍。大家睇到喺藏經樓1樓呢係供奉住一個佛像嘅噃。哇，这里好吵啊！我们今天到龙庭公园了，那边很吵的就是了。然后门口好像在列队，不知道是有欢迎仪式还是有表演，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吧。走，别电不留音。呢度就係我哋嘅下一站龍庭公園。咁呢度就係佢嘅簡介。佢係6朝，其中包括北宋和金國嘅皇宮所在之地。但係呢，我就唔知道佢而家點解會變成咗一個公園啦。咁呢一個表演呢，係就叫做九帝迎賓啊，係龍庭公園用嚟吸引遊客嘅表演。咁大家不妨欣賞一下。死後，曹魏給他的兒子趙恒，歷史上稱真宗。看，真宗皇帝來了。此人對外軟弱，懼怕北遼進攻，雖打了大勝仗，卻簽訂了屈辱求和的澶淵之盟。进来龙庭公园，环境还是蛮不错的。然后因为疫情影响吧，基本上也没有游客，所以旅游体验应该是比较好的。打败了，这皇帝他把他的这个父亲，不是把他的父亲接回來，再當皇帝，他對皇。龍庭公園呢，主要係被呢2個湖所覆蓋嘅。右邊呢一個叫做潘家湖，左邊呢個叫做楊家湖。大家可以睇到潘楊2湖呢，其實喺主幹道嘅兩側，環境呢都算得係幾優美嘅，真係好似一個公園啊！楊家湖嘅湖面都算得上係幾闊，波光連連咁樣。湖上面仲有專為遊客打造嘅遊船。哇！湖上面居然仲有人游水喎，呢位大哥真係犀利啦！前面有個鴨子。
过了这个门，前面就是龙庭了，爬过高高的台阶就会上去那个大殿了。咁呢度就係穿心殿，穿過穿心殿之後呢，就可以見到朝門同埋龍庭大殿。前面嗰度呢，就係朝門，以前啲文武百官就要通過朝門到達龍庭大殿，向皇帝朝拜嘅。入咗朝門就可以見到龍庭大殿啦。龍庭大殿係宋代皇宮舊址嘅一部分，佢始建於康熙年間，起初係作為萬壽亭作為興建嘅。喺節日大典或者係皇帝嘅誕辰，俾啲地方官員呢就嚟此朝拜。後嚟因為所在嘅山就改名叫做龍庭山，所以呢度亦都稱為龍庭。睇上嚟都算幾有氣勢喎。據講，龍庭大殿前面係有20級登道，即係20級樓梯啦。大殿係坐北向南嘅，所以睇上嚟風水都唔錯。據講旁邊呢條盤龍御道啊，仲有呢個趙匡胤留下嘅馬蹄印，咁我就冇睇到啦。等我哋俾啲力氣爬上去大殿睇睇。大殿而家已經裝修成金鑾殿咁嘅樣，有龍壁、龍椅喺嗰度，然後呢就會有好多人喺度向住龍椅叩拜嘅喎。但係事實上呢個龍壁同埋龍椅呢，都係近期裝修上去嘅。咁龍庭大殿呢度自然就吸引咗唔少遊客前嚟啦。綜合嚟講，呢度不愧為八朝古都皇宮嘅舊址。呢度嘅風水氣勢令我覺得同故宮啊都有幾分似喎，真係有啲皇城嘅風範啊！嗨，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开封最出名的开封府啦。包青天的故事不必多说，想必早已是人尽皆知了。电视剧流传的范围如此之广，上到80，下到8岁应该都看过。然后来这里的应该都是有情怀，怀对包青天的情怀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提到開封，自然最有名嘅就係宋朝包拯嘅府邸開封府啦。所以我哋難得嚟到開封，明知道呢一個開封府呢係重建嘅，而家呢基本上都係為遊客而設，但係我依然都願銀錢入去參觀一下嘅。呢度就係衙門嘅正門，穿過呢度就可以見到開封府嘅大堂。前面呢度就係開封府嘅大堂啦。大堂前面呢一塊就係界石，以前古代好多衙門前面都會有呢一塊界石嘅。咁點解要叫做界石？一陣我再話俾大家知。大家先欣賞一下開封府衙門嘅大堂，即係公堂啦。大堂之上有正大光明呢4個字，基本上所有衙門都係咁設計啦。咁呢個人好快就要俾我丙啦，佢旁邊明明有個牌寫住不准進入嘅，而佢呢依然就咁唔守規矩。大堂中間例牌擺住狗頭鍘、虎頭鍘同埋龍頭鍘，俾大家參觀同埋影相嘅。
青天在上，呢度就係界石嘅後面，上面有一首詩叫做《界石文》，係用嚟告誡為官者啊，議俸議祿，民脂民膏，下民而弱，上天難欺啊！我真係想俾而家啲當官嘅睇下，你哋嘅工資其實係從民脂民膏裏邊出嚟嘅，而唔係用乜嘢國家生我養我嘅口號用嚟愚民啊！咁除咗公堂之外呢，喺府入邊仲有好多其他建築可以俾你參觀嘅，不過呢，好多基本上都係空嘅。呢一間就係小賣部，呢一間清新齋聽講入邊係有一個包拯像嘅，仲可以上去樓頂，可以俯瞰整個開封府嘅。我哋不妨入去睇下。呢一個就係包拯嘅石像啦，係咪好型呢？上到清新齋嘅樓頂，就可以睇到成個開封府嘅全景。呢度就係啱啱參觀嘅公堂。開封府就參觀到呢度啦，呢度其實都幾適合逛下、打發下時間咁啦，但係並唔係嗰啲一定要去嘅地方。如果5星係滿分嘅話呢，我淨係會俾2星嘅啫。總結一下呢一次嘅開封之旅，嚟到開封，作為8朝古都，佢的確有自己嘅特色古蹟同埋景點嘅，古城嘅環境亦都唔錯。但係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唔係呢度嘅古蹟景點，亦都唔係當地嘅特色美食，而係一日城映入眼簾嘅一棟棟爛尾樓盤啊！呢一啲爛尾樓真係唔係我有意要去拍嘅，其實真係因為太多啊，嗰個數量啊，簡直令我震撼啊！我只不過喺路上隨便拍咗一啲啫，可能呢啲就係我哋中國瘋狂炒樓之後嘅後果之一吧。